Hello，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在今天的 Podcast 当中呢，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行动力。为什么想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我发现有一个朋友总是抱怨自己很忙，而且呢，他总是把要做的事情列在便利贴上。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那些事情还在便利贴上一动没动。当然，我觉得，把该做的事情列出来，这其实呢是一个好办法。我自己呢也会在 iPhone 的记事本上列出最近需要完成的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只是把它列出来而不去做，那等于白列，不是吗？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 podcast。在视频的最后，我还是会跟大家一起总结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你们也可以去我的 Patreon 去下载今天视频的词汇列表和文本，希望对你们的生活和汉语都有帮助。你有没有发现，生活中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脑子里有很多想法，但就是停留在想，却迟迟没有开始做。比如，我们总是说要开始锻炼，可是运动鞋买了很久，却一直放在柜子里。我们说要学一门新技能，买了书，报了课，结果真正坚持下来的没有几次。甚至连早起，闹钟一响，第一反应不是起床，而是按掉它，继续睡。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其实有很多。一个很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太大了。比如说，我要在1年之内减掉20公斤。这个目标听起来很伟大，可是它会让我们觉得太远、太难，于是迟迟不敢开始。还有的人是典型的完美主义，总想着等一切准备好再行动。比如要找到最合适的时间、最完美的计划、最好的工具。但问题是，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完美的开始。等到一切都准备好，往往我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行动时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生活里太多事情能够立刻给我们带来快感，比如刷短视频、玩游戏，这些东西可以马上让你感觉开心。而真正重要的事，比如学习、运动、写作，往往要很久才能看到效果。这种延迟的回报让很多人很难坚持下去。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先让我刷一会儿 TikTok 吧。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人总觉得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却什么都不做。你可能也有过这种感受，待办清单写得满满的，一天要完成10几件事，结果看着就头大，根本不知道从哪一件开始。于是干脆放弃，什么都没做。事情越多，压力越大，大脑就会选择逃避。那我们应该怎么改善呢？其实
一些畅销书里就给了我们不少启发。在《原子习惯》这本书里，作者 James Clear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改变的关键不是从大目标开始的，而是从一些小习惯开始。你不需要想着1年减掉20公斤，只要告诉自己，今天先走5分钟。这个小小的开始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得多。慢慢的，当你养成了这个小习惯，它会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最终带来巨大的改变。还有一本书叫《搞定》，英文名字是 Getting Things Done。作者 David Allen 提出过一个2分钟法则。如果一件事情只需要2分钟完成，那就立刻去做。比如，桌子上有一张纸要扔掉，邮件只需要简单回复1句话。这些小动作马上做掉，大脑就会觉得轻松很多。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那种事情太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的压力。因为当你把能立刻做的小事解决了，你就会进入一种行动的状态，而不是停留在纠结里。所以，如果你经常感到事情多到让你没办法动手，可以试着把任务拆得很小很小。比如，不要想着今天要完成整个报告，而是告诉自己，先写一段开头。当你把任务切得很小的时候，开始就不再那么可怕。你甚至可以给自己一些小小的奖励，比如告诉自己，今天如果坚持学习中文20分钟，就可以看一集喜欢的电视剧。这样一来，大脑会慢慢把行动和快乐联系在一起。说到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很多人都以为要等到有动力再去做事，但实际上往往是相反的，先行动，动力才会来。你可能没什么心情跑步，但只要你换上运动鞋，出门走几分钟，你就会发现跑2圈其实也没那么难。所以下次当你又想说明天再开始的时候，不妨提醒自己，不要等动力来了才去做，而是先做最小的一步。行动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小动作慢慢培养出来的。只要你开始动起来，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我自认为自己呢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我喜欢把该做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列出来，然后一件一件的去完成。而且呢，我喜欢提前完成任务。但是我也知道，在我们的身边呢，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还有时间，然后把该做的事情拖延到最后一刻。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给自己在无形当中增加了非常大的压力。那我希望今天的 podcast 的内容呢，可以给你一些启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重要词汇。
息息相关，形容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影响很大，分不开。环境保护和人类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健康与饮食习惯息息相关。迟迟，形容动作情况拖延很久，迟缓不前，常用来表示很久还没有发生，或动作不够及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可他迟迟没有出现。他的病情迟迟不见好转。自然而然，事情或现象不经过人为强迫自发的发生，自然形成的样子。经过长期的练习，他的中文水平自然而然地提高了。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感情会自然而然地加深。搞定，把事情处理好，解决问题，使其完成或达到预期效果。这个项目很复杂，但我们已经搞定了。别担心，晚上的晚餐我搞定就好。不妨，表示可以尝试做某事，没有坏处，用来提出建议或想法。你不妨试试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如果觉得累了，不妨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拖延、推迟、延后，不及时去做，常常带有贬义，指该做的事情因为懒惰、犹豫或其他原因而一再推迟。他总是拖延做作业，结果最后一天熬夜完成。医生提醒病人不要拖延治疗。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如果你喜欢我今天讲的话题，请记得给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不要忘记去我的 Patreon 上支持我哦。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